夫君战死后，全家被判流放，姨娘们纷纷改嫁。我一个人拉扯着6、7个庶子庶女，和体弱多骄的公爹婆母走了3000里，亲生子胎死腹中。一次上街买粮，我听说本该死在战场上的夫君率兵攻进京城，登基为帝了。而他那和亲多年的白月光是他的新皇后。原来夫君假死，让梁国割让3座城，是他与敌国的一场交易，目的是把江婉换回来。后来夫君派人接公婆回家，却独独安排人把我活活勒死了。陛下说了，皇后是他唯一的妻，所以夫人您死了，对谁都好。这件事太上皇和太后都同意的。在睁眼，我回到丈夫战死的消息传来的那天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500里加急战报，将军被敌军偷袭，血战不敌，当场殉国。副官跑死了3匹马，将夫君的尸首送回京城。姨娘们得知这个消息，纷纷在棺椁旁挤作一团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好不可怜。我身处一片女人的哀泣声中，却没有感到丝毫悲伤。上一世的记忆告诉我，这不过是一场骗局。萧景荣并没有死，而是派副官递了假消息。那3座边陲重城也并非是敌军占领，而是他主动割让。只因那敌国的皇后就是他心心念念的白月光。都别哭了，带着你们自己的嫁妆簿子，叫所有人都来前厅。我将那封战报丢到一边。人死都死了，我们也把家里财产分一分。本来正在哀哀切切地哭着的姨娘们都愣住了。夫人，这可是将军遇难的消息，您怎能不想着把将军风光大葬，还毫不心伤地说出如此凉薄之语呢？为首的姨娘开着泪，义正辞严地诘问着我。这位柳姨娘是萧景荣生前最宠爱的妾室，恐怕此刻正觉得自己在为了夫君伸张正义。可此时我见她那与江婉极其相似的眉眼，只觉得讽刺。一旁的副官也回过神来，急忙帮腔。夫人，将军尸骨未寒，就要分家散财，恐怕是会让将军难以明目啊。我淡淡一笑，这是将军出发之前嘱托我的，倘若他不幸战死，就让我们分了家产，自行离去。柳姨娘声音尖利，我不信。将军虽然没了，但将军府还在。将军最重脸面，绝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。萧景荣的确看重颜面，不然也不会为了将江婉名正言顺地送到后位上，将结发多年的我活活勒死。我不紧不慢道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来问问将军的意思吧。副官目瞪口呆，夫人，您伤心过度糊涂了吧？将军已经没了，小人刚将将军的尸身。我打断了他，面不改色的胡诌道，将军早就对我说过，为免命丧沙场，家中诸事无人安排，他会写下一封遗书随身携带，届时只要按照遗书上的内容处理即可。小人在战场上已经将将军的尸身好好收敛过了，并未发现什么遗书。我冷静地看着面前的副官，忽然开口说道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副官没想到我会突然问出这样毫无关联的问题，他茫然答道，小人姓江，名成道。这就对了，早就听说江婉有一胞弟，在萧景荣夺位过程中绝功至伟，最后更是做到了宰辅的位置，看起来就是眼前的这位了。我斩钉截铁道，此乃将军嘱托，万万不可如此懈怠，未免遗漏，还是由我来亲自查看吧。来人，开棺。江成道的脸色青紫一片，我猜的没错，这棺材中的人果然有问题。上一世的我未曾想过枕边人欺骗自己的可能，只顾着为他悲伤。圣旨降下，称萧景荣勾结敌国，要将将军府上上下下几十口人统统流放。我哭肿了一双眼睛，不顾自己身怀有孕，硬是敲响了登门鼓。那日瓢泼大雨，我却在宫外长跪不起，只为替萧景荣伸冤。我曾经那样相信，就算战败，他也绝不是一个通敌叛国之人。可惜一腔热血，所托非人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点！江成道面目扭曲地挡在棺材面前。夫人，萧将军已经封官了，此刻再度惊扰，恐惹家宅不宁啊。他一边胡言乱语着，一边拼命向柳姨娘使眼色。萧将军受了这许多苦，
如果再不能留一个体面的身后之事，只怕对将军府名誉有损。还不等柳姨娘张口，我便先一步截断了她的话。将军战败身亡，丢了边疆的3座重镇，是大梁的罪人。陛下的降罪书很快就会到，到那时，别说爵位，恐怕就连银子也不剩了。柳姨娘转了转眼睛，不作声了。她肯帮着江承道说那几句话，只不过是想着萧景荣身死，自己的儿子便能继承爵位。要知道上一世的时候，柳姨娘可是第一个卷了钱才改嫁的。江承道见这边利用不上，只能转向逼近的家丁。他似乎用尽了毕生的词汇。夫人此举未免太过擅断专行，死者为大，非有要紧事不得打扰。萧将军能否起官，这还要看族中阁老的意思。如同为了回应他的话语一般，门外立刻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景荣这官绝不能起。正是萧景荣的爹娘，我的公婆。估计是得了江承道的通风报信，他们急匆匆地赶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挡在了棺椁之前。婆母将拐杖狠狠地向地上一杵。景荣受了那么多苦，我看谁敢让他死后也不得安宁。公公也端出了一副大家长的架子：沈氏，你这心肠忒是恶毒，我儿已埋骨沙场，你竟然还要惊扰他，实是脏心烂肺，该拖出去打死。上一世的流放途中，公婆也曾对我的照顾双眼含泪，称不会将我如同亲生女儿一般对待。可如今他们面目狰狞，护在棺材前，视我如豺狼虎豹，甚至连眼泪都懒得虚情假意地流上几滴。果然，他们也知道萧景荣假死的事情，并在其中助纣为虐，压榨尽我的价值，再将我丢到一边。面对他们的指责，我只是扬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尖细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：圣上有旨，将军府中一切后事皆由将军夫人主持操办，任何人不得违逆。传旨的太监将圣旨合拢，笑意盈盈地看向我：夫人，请接旨吧。跪在地上的公婆和姨娘们都愣住了，我却扬起一个微笑，伏地叩拜：臣父遵旨。皇帝向来是不问臣子家事的，谁能想到当今圣上竟然还会插手葬礼诸事，这当然是我的功劳。早在江承道进门之前，我就将一封密信送进了宫中。信中细细阐述了萧景荣有通敌之嫌，现在边境有敌军大肆进犯，京城又有萧景荣早早埋下的暗桩，敌暗我明，不能打草惊蛇，而是要暗地查探。我忠于大梁，又做了多年的将军夫人，愿为皇帝查明萧景荣与梁国的交易。当然，那些所谓的证据全是我瞎编的。皇帝自然不会轻信一介深宅女子，无论我给出什么，都无法消除他对我的戒心。但本次大败本就疑点重重，他会顺着蛛丝马迹细细探查，最终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。萧景荣有着公婆从旁协助，可是我的盟友却是这世上最尊贵的人。我手握圣旨，毫不犹豫地说：开棺！我倒要看看萧景荣的假死计划现在要怎么圆。随着棺盖被嘎吱嘎吱撬开的声音，公婆的脸色逐渐变得惨白，江承道也瘫软在地，不敢抬头。姨娘们都屏气凝神，准备看萧景荣的最后一面。一股恶臭袭来，棺内的尸体早已腐烂得不成样子。江承道掩面痛哭起来：我早就劝过夫人，将军死状惨烈，棺不可开啊！身后的姨娘也哭成一团。将军定是受了不少折磨，夫人怎地如此心狠？公婆很快反应过来，也开始捶胸顿足，拼尽全力地向我身上泼脏水。为了一封所谓的遗书，竟要将我儿开棺暴尸！沈氏，你这个毒妇！我今日就算拼了这把老骨头，冠上抗旨不遵的罪名，也要将你关进祖宗祠堂思过。而我却笑了。敢问江副官，将军是何日殉国的？江承道抬眼偷瞟公婆，交换了眼神后，才挺起胸朗声道：战报已经写得明明白白，正是2日前，将军不幸中了埋伏，当场身亡。小人快马加鞭，这才得将将军的尸体送回京城。小人有错，未能取得夫人信任，使得夫人执意开棺，令将军大人的遗体遭此侮辱，小人还不如死了算了。说着，他就抽出佩剑，作势自刎。公婆连忙上前去拦：不可，
万万不可！副官为我萧家不顾安危，萧家怎能陷副官于不义之地？几人抱在一起刚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才是一家子。我不急不恼，娓娓道来。失手到如此地步，少说也要7日之期。夫君明明于3日之前身死，怎会腐烂至此？更何况如今天气凉爽，关内又是铁钉封死了的，绝不可能只要3日就会到如此面目全非的地步。说着，我转向江澄道：江副官，这棺材里的人绝非我夫君，他究竟在何处？传旨的太监也是个精明人物，一听我提出这样的猜测，连忙尖着嗓子叫喊起来：大胆贼人！萧将军的尸首究竟去了何处？江澄道有口难辩，张着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毕竟萧景荣的尸体现在正好好的在边疆当他的大将军呢。我曾经想不通，哪怕萧景荣要换回江皖，又何必割让那3座军事重地？就算他日后登基称帝，那处缺口也始终是隐患。直到绳索勒上我的脖颈，前来杀人灭口的小兵说：夫人您死了，对谁都好。我才恍然大悟，倘若他不犯下如此过错，皇帝就不会重责他的家人，甚至还会加以安抚。这样的话，萧景荣便没有任何起事的理由，一定要逼得皇帝对他的家眷严加责罚，才能让他的造反顺理成章，堵住悠悠之口。我的性命只不过是为了萧景荣的帝王之路增添几分光彩，也让江皖的皇后之位来得顺理成章。他们还真是机关算尽。我冷笑一声，莫不是你们故意换了尸体，是另有筹谋？江澄道面如死灰，腿抖若筛糠。小人，小人！我那公公咳嗽一声，打断了江澄道苍白的辩驳。他又收起了方才那副撒泼打滚的嘴脸，端出一副长辈的样子来。江副官，这一定是场误会吧？许是景荣的尸体错放进了其他棺材之中，百忙之中便送错了。婆婆立刻接话道：的确如此，那便请江副官传消息回去，请那边的将士们仔细找寻景荣的尸首，看看可有那所谓的遗书。轻描淡写的几句话，就想把这件事遮掩成办事不周，没那么容易。我冷笑着开口：若说只是送错倒还无妨，只是这副置棺椁军事将军的规格，只有人被调了包。江副官奉陛下之名将将军送回京城，可如今却送了一具假尸体，岂知不是欺君的罪过？此人既然敢偷梁换柱，背后定然有人指使。如此大罪，我萧家万万不敢承受。总管，烦您将江副官带回大内，好好询问一番。扣高帽子而已，谁不会做？而我搬出欺君的名号后，公婆便灰溜溜地闭了嘴，只能看着江澄道被那宣旨太监五花大绑带走。他们恼怒地看着我，明明景荣马上就能入土为安，你为何偏要搬弄是非？我佯作震惊：爹娘，你们都看到了，棺材里可不是真正的夫君，我们将他草草葬了，夫君又怎能入土为安？见他们的脸上一阵青白交替，我轻飘飘地抛出一句：更何况我觉得夫君还没死。公公尚且还能撑住，婆婆却脸色骤变。他们敷衍了几句，便匆忙离开了。我找了小厮盯紧他们，有些脱力地坐在榻上。宽大的衣袖中，我攥紧了双拳，指甲深深嵌入皮肤之中，很痛，但远远比不上我心里的痛。上一世，在萧景荣身亡之后，我拉扯着一家老小踏上流放之路。姨娘们受不了这样的苦楚，眼见萧家再无崛起之日，便纷纷改嫁。我一心为萧景荣伸冤，竟是不离不弃，带着他们走了几千里路。幼子体弱，公婆年迈，全靠我一人忙前忙后，衣不解带的照顾。难得闲时，还要一封封地上书陈情，想为萧景荣证明。等来他进京称帝的消息时，我欣喜若狂，并不是为了头戴凤冠的权利，只是为了他死而复生，为了我失而复得。却不想，我没看见萧景荣的脸，却先等来了他索命的绳索。思及过往，怨愤难平。可如今的我，绝不会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。夜里，小厮前来汇报，称公婆递了一封信出去后，便乔装出门。既然他们知道萧景荣装死的消息，
那么现在计划出了纰漏，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和萧景荣取得联系。我派了一批人去追踪那封信的下落，自己则带了几个小厮跟上了公婆。他们虽然年事已高，动作却仍是十分利落，与上一世在流放途中总是嚷着自己腿脚不便的样子截然不同。他们东拐西拐，拐进了一座酒楼。好在我随身带着银票，硬是用银子砸开了酒楼掌柜的门。小二带我去到他们所在的包厢隔壁，我用茶水点开了纸窗，站在公婆对面的却不是萧景荣，而是一个纤细的女子。我没想到，原来萧景荣这么早就把江婉送回了京城。江婉柔柔弱弱的开口：“怎么只有爹娘过来，不见程道呢？”公公长吁短叹地将发生的事描述了一遍，婆婆也眉头紧锁。沈氏向来都是个好糊弄的，又对景荣一往情深，本以为随便找一具尸体就能让他失魂落魄，无暇顾及其他，却不想他的城府竟如此之深。失魂落魄，我上一世不正是如此吗？上一世的我，听到萧景荣的死讯之后，便哭到瘫软在地，甚至没办法凭自己的力气站起来，一连3天3夜都不吃不喝地守在棺材面前，不肯离开。或许那个时候，萧景荣他们都在窃喜吧，毕竟只有我表现得伤心欲绝，才不会惹人怀疑。小洞中，公公还在控诉，那妇人3言2语就把程道送进了宫里，那刑部是什么地方，吃人都不吐骨头的，都是一家人，得赶紧找景荣想想办法才行啊。婆婆也在一旁帮腔，我们也联系了景荣，但现在事发突然，以防万一，你还是和我们回将军府吧。就算程道真出了什么意外，我们也好护着你和肚子的孩子。江婉咬了咬嘴唇，越发显得我见犹怜。可是会不会让夫人看出什么来？万一搅乱了萧将军的计划？婆婆赶紧打断她的话：“不会的，就说你是我的远房亲戚，上将军府来寻求庇护的。我看那个妇人敢胡乱说些什么，更何况你才是我们萧家人认定的媳妇。将来景荣的那个位置也是要给你的，他不过是一枚棋子，早晚都是要丢掉的。”公公也跟着附和：“你可是刚和景荣在一起，就怀上孩子。那个妇人嫁入将军府多年皆无所出，没让景荣休了她，已经算是她的福气了。他们说的理所当然。”我险些被气笑了。原来早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开始计划谋夺我的性命，将我敲骨吸髓，榨干所有利用价值。第二天一早，公婆二人就带着江婉回府了。为了让江婉在大家面前露脸，甚至还有模有样的宣称是有客人前来，江婉正坐在婆婆身边，对着我装得柔弱无害，家中却有要事，才斗胆来将军府叨扰几日，姐姐应该不会赶我走吧？我淡淡一笑：“怎么会呢？你是娘的亲戚，自然也就是萧家的座上宾。虽然将军已经不在了，但将军府的颜面总要维持，自然也会善待前来投奔的人。”见我提到萧景荣，又有意无意地暗讽他打秋风，江婉的笑容有点挂不住了。夫人似乎是误会了什么，我并不是来乞讨的，而是来做客的。公公婆婆也连忙维护江婉的面子：“可不是吗？我早就思念这外甥女了。幸得她也是个乖巧的孩子，只是听我老婆子这一封信，便愿意不远千里地赶来陪伴我，当真不似旁人，是贴心的很。”我装作没听出她话中的指桑骂槐，只是转向江婉：“妹妹这般的样貌才情，竟是如今都未婚配吗？将军府交好勋贵不少，若不是将军去了。”说到动情之处，我还装模作样的擦上2滴眼泪。但萧家毕竟还没有彻底倒台，我也和该替妹妹找一份亲事才对。就算是公婆，也没办法替江婉拒绝。在被囚困在后宅的女子生命中，似乎除了亲事，就没有其他要紧的事情。也正因如此，愿意为人说媒，可算是极大的示好。不知情的人听了，只会觉得我在帮他。可江婉若是应了，她的婚姻一事就握在了我的手中；江婉若是不应，也会落下一个不识好歹的名声。江婉脸都白了，连连摆手：“我这样的出身，怎能匹配得上京城中的贵人？江婉只求一口吃食，能够在房檐下安稳度日，便也罢了。明明欲念熏天，便要做出一副纯洁无瑕的小白花姿态，真是令人作呕。”
我依然是那副一成不变的微笑表情。既然江家妹妹所求如此简单，那现在我就将实情和盘托出吧。萧家现在实在是捉襟见肘，原想着找一份合适的亲事，让妹妹衣食无忧，现在恐怕不能了。公公将筷子向桌子上一拍，厉声诘问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我面不改色。昨日公婆未在家中，不曾听到旨意。将军被怀疑通敌叛国，陛下新辞，免了流放劳苦，但是这家可是一定要抄的了。公婆不信邪，去各处铺子里查探，果然是都被查封。家中奴役全都散了，现银也少得可怜，甚至连那一大屋子阴艳艳的姨娘，也都如上一世那般各自改嫁。他们一连喝了几天家生的粥，终于是沉不住气了。这天，我留下的眼线来报，称江晚鬼鬼祟祟地进了公婆的屋子。他们手中没有银钱，连密谋的地方都只能选在家中。我收了手中的书，迈步出门。屋内，江晚拉住婆婆的袖子，急切道：“娘，如今萧家只是被抄家，甚至连将军府都能接着住着，这样下去，将军该如何举事啊？若真是强行出军，只怕将军的脊梁骨都会被天下人戳烂啊！”公公也皱紧了眉毛，说起来也是邪门的很，皇帝向来多疑多思，怎么我们放出去那么多消息？他还没有勃然大怒，而是愈发宽厚，倒真是让人摸不透。婆婆则是攒了一腔怨愤，恼恨道：“先别谈什么大计了，如今这银钱皆无，日复一日的吃着这些糠咽菜，我只怕景荣还没回来，先把婉儿和肚子里的小孙子饿坏了啊！其实在上一世，我也有过一子，只是在流放途中劳累过度，胎死腹中。郎中劝我多加休息，不要过度操劳，可是公婆却扬言圣上有令，若是不尽快赶到流放之地，剩余的人也将有灭顶之灾。我拖着病体和他们跋涉过剩下的路，现在想来，应当是他们想要我耗尽心血，死在路上。只可惜我不但没有被阎王收走，还等到了萧景荣归来，所以他们才一筹莫展，只能亲自出手，将我勒死。思及至此，我轻轻抚摸着小腹，这一世我绝对会保护好你。寂静了片刻后，江晚轻柔的声音传来：“其实也还有一个办法，要表现出陛下对将军的苛待，只要将军服软泻，不就好了吗？”公婆都望着他：“婉儿，你想到什么好主意了？”江晚眼唇轻笑：“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要举事就必须足够心狠才行。若是陛下明面上对萧家宽仁以待，私下里却毒杀家眷，以泄仇怨呢？更何况抄家是不会动女子嫁妆的。我们日日难挨，夫人却过得滋润自在，可见她手中必有银钱。只要她一死，这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。轻描淡写之间，他们就擅自决定了我的性命。”公公抚掌大笑：“婉儿真是足智多谋，不怪景荣对你爱慕至此。那么你可有杀了沈氏的办法？”江晚从袖中拿出一个窄瓶，我看得清楚，那是一瓶毒药。他们上一世能成功，固然要依赖心狠，但也要仰仗于我对萧景荣爱得深刻入骨。可如今对他毫无情意的我，只觉得萧家人实在是太过浅薄激进，缺乏耐性。我回到房内，仿照着公公的笔记，写了一封信，并叫来小厮，叫他按照之前追查的密道送出去。一家人唱了这么久的戏，萧景荣却始终游离在戏台之外，这怎么能行？我正在房中看书，江晚便端着食盒走进了门。我佯作震惊，忙放下手中书本问道：“妹妹前来拜访，是有什么事吗？”江晚装出一副柔弱无助的模样：“婉儿家道中落，家中父母拼了最后一口气，才将婉儿送进京中。婉儿小门小户出身，唯恐哪里言行不周，无意间得罪了夫人，这才冒昧打扰，想同夫人结交。”说着，他还捻起袖子，有模有样地擦了擦眼角。夫人若是不嫌弃，就喝了婉儿这碗羹吧。这是婉儿亲手所做，顺路给夫人带过来，只希望夫人能赏脸，尝上一尝。三言两语就将自己在弱势地位上摆好了，仿佛我不吃她这碗羹汤，就是不够大度，容不下她这个可怜的乡野孤女。可是这屋子里就我们两个人，她摆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，
又是给谁看？我毫不留情地讥讽。不好意思，未免喝到不该喝的东西，我向来不吃外人做的羹汤。我与江婉姑娘的住处正在院子的对角，敢问姑娘这所谓顺路究竟是如何顺的？江婉牙关咬紧，面上却扯出一抹笑来。夫人这一死，便是看不起我，不愿受我的好意了。我是真心与夫人结交，为此不惜委曲求全。夫人也应该知道，如今萧将军不在了，这将军府可再也受不了一点波折。此时树敌不如结交，夫人怎知我日后就不会帮上您的忙呢？他泪眼盈盈，像是真的受了极大的委屈。我假装思量片刻，随后忙不迭地将他扶起来。妹妹说的是我太过骄纵任性，竟然没有参透这中间的道理。妹妹别担心，我这就来尝尝你的手艺。江婉深吸一口气，许是觉得即将大功告成，她的脸上逐渐露出一丝掩盖不住的欣喜。我却突然放下了碗。妹妹，我也是糊涂了，我们如今身份尴尬，还是要多加防备的好。迎着江婉迷惑不解的表情，我取出了一根银针。江婉整张脸瞬间就白了。她和我公婆还以为家中如今没有下人，只要毒死了我，起因后果全能凭一张嘴造谣。而我是一个蠢货，自然不会对几乎是素昧平生的江婉有什么防备，便蠢到派江婉自己来将毒药奉上。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已经命丧于他们之手过一次，而这一次他们只能血债血偿。江婉瑟瑟发抖，还想做一些无谓的挣扎。在他张口胡扯之前，我就将银针放入了羹汤之中，那针尖末端瞬间就黑了。江婉扭身便跑，原本大开的房门却关上了。无数黑衣人从房梁上跃下，齐刷刷跪倒在我的面前。江婉怎么也没想到这是一出请君入瓮，他双眼瞪大，就要惊恐地喊叫出声，却被不知何处丢来的一枚暗器甩中，瞬间瘫倒在地上。我笑了笑，此女子用心不纯，意图毒害官眷，给我拿下！所谓抄家散奴，全是我编出来的瞎话，只是为了引得江婉恐慌，让他们迫不及待地对我下手，从而露出破绽。至于那些铺子上的封条和行踪诡谲的黑衣人，也是向宫里那位借来的。现在看来，这出戏做得相当精彩。公婆见江婉没了踪影，顿时心急如焚，急忙找到我质问：昨日江婉去给你送羹汤后就没了踪影，这件事一定和你脱不开关系。快说，你将那一个大活人藏到哪儿去了？婆婆捶胸顿足，就差在地上撒泼打滚了。我苦命的玩啊，只是来投奔我，就被你这黑心肝的妇人给害了。你再妒忌她的美貌才华，也不能对她痛下杀手啊！我面不改色地抽出3炷香，恭恭敬敬地祭拜了萧家祖先。做完这一套动作，才施施然起身。父亲与母亲这话，儿媳十分不解。江婉声称昨日送来羹汤是一时兴起之举，目的是与我交好。这样晚辈之间的事情，不知母亲是怎么做到了如指掌的。婆婆不肯服输，梗着脖子与我争辩，自然是你平时待她不好，江婉那孩子胆小怕事，肯定是要先来与我通气。我佯装惊讶，是吗？所以江婉素来与我不睦的事，母亲也都清楚啊。公公见势不妙，正要拉住婆婆，却不想她已经像个炮仗一样的炸开了。那是自然，你心肠歹毒，不仅苛待江婉，就连我们2个长辈也不放过。满京城都在找不出来你这样的恶毒妇人。我微微一笑，所以母亲也对我多有不满，这才纵容江婉下毒谋害我。婆婆正要借题发挥训我一顿，却在听到后半句时愣住了。她心虚地叫嚷：莫要信口雌黄，我给你下毒有什么好处？也许是为了让萧景荣有合适的借口起兵篡位吧。发妻蒙冤而死，如此血海深仇，百姓都会盛赞萧将军有情有义，是君逼臣反，臣不得不反呢。我慢条斯理地讲完这一句，就见公婆像见了鬼一般看着我。你是从什么时候？我笑了笑，我一直都知道，仇怨刻骨，非血恨不能遗忘。公婆原形毕露，终于不再装那副痛心疾首的模样了。公公昂着头，一副颐指气使的模样。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儿将入主京城，还不快快将婉儿交出来，以免误了他的大事。
这样景荣归来，我还能劝他几句，让你当个妃嫔，不至于白白断送了性命，简直是无耻至极。我淡淡道，还请父亲母亲放心，江晚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。萧景荣的所谓大事，也绝不会因为这个女人的落败而改变分毫。就在昨夜，我已经快马加鞭为他递去密信，想来萧大将军已经在攻城的路上了。公婆震惊不已，连忙离开，急着去给萧景荣传信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萧景荣所有能够递出消息的密道，江晚和江城道都已经招了。我就是要让他们怀着一线希望，等到最终的绝望，就像上一世的我一样。走出萧家祠堂，我向里面丢了一个火把。萧家儿媳沈氏，请祖宗保佑，保佑萧景荣身败名裂，不得好死，保佑萧家一脉至此断绝，再无后嗣。萧景荣浩浩荡荡地进京了，这一路上他胜多败少，几乎是高歌猛进。来回报的探子说，他行事乖张，未进京城便已称帝，甚至为加快赶路速度，纵容手下践踏新种的庄稼，鞭笞百姓平民，引得怨声载道，民心不稳。他还真听江晚的话。我模仿江晚的字迹，告诉他哪里守备薄弱，哪里是通行的近路。萧景荣便不疑有他的顺着走了。他不知道，从边疆起至京城止，萧景荣以为自己攻下的每一座城池，都在他离开驻扎地之后，又悄悄地被收复了。他以为自己已经逼近胜利，但实际上前方是劲敌，身后是追兵。一直到了京城前，萧景荣高举手中宝剑，对着身后的将士大喝出声：陛下对我不仁，我只能对陛下不义。我妻乃是天下第一温婉之人，他竟也忍心毒杀。兄弟们，随我破了此城门，还我那亡妻一个公道。一番陈词说得慷慨激昂，极富煽动力。只可惜我还活着呢。我一身红衣似火，上了城楼。夫君，你还要骗这些将士们到何时啊？骤然听到我的声音，就连一向杀伐果断的萧景荣也愣住了。他几乎滚下马来。你怎么还没死？这话问的实在太不客气，完全与他喊出来的深情口号背道而驰。就连将士们也看出了不对。为了亡妻复仇，占尽天理公义，可若是萧景荣拉着他们的性命为自己的不臣之心买单，那就要好好掂量一下了。我站得更高，将整个身体都从城墙后暴露出来。将士们，你们都被他骗了，我并没有死，陛下也没有重责萧家，甚至连将军府都未曾封存。当今陛下是个仁政的好皇帝，萧景荣叛变，全是为了那个远嫁敌国的江晚。大家好好想想，他在边关是否带回了一位女子，又是否命将副官带他回京？你们也都是有父母亲人的人，难道真的要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吗？一支利箭划破空气，直向我而来。萧景荣不能让我继续说下去了，可惜我早有准备，假衣护心镜都是最好的，身后还铺了厚厚一层毯子。萧景荣怒喝，这定是迷惑心智的奸计，是那些死士化妆而成。兄弟们，快随我杀进去！早就知道他会这么说，身边的丫鬟便高声尖叫道：夫人，夫人，将军，你怎么能对夫人痛下杀手呢？我曾经带着他去给将士送衣衫，半数以上的人都认识他，更是人心惶惶。我却借着城墙掩护，悄悄回到了宫中。不用再看下去了，萧景荣必败无疑。没过多久，战报便递进宫中。萧景荣的军队人心涣散，他勉强组织起士气，全力向江晚所提供的位置攻去，却被打了个落花流水。萧景荣想撤回攻占的城池，却被梁国军队团团包围。他欲死战，身后的将士却纷纷放下了兵器。毕竟谁也不会为了别人的欲望付出自己的生命。最后他被万箭穿心，当场毙命。而江晚和江有道也因参与了叛国，将在闹市口问斩。我回头看了看已经完全疯掉的公婆，转身离开了将军府。皇帝有令，我在平定萧景荣叛乱一事上绝功至伟，特赐我黄金100两，宅邸1座。萧家财富也尽数由我带走。我踏进府门，这一次门上的牌匾挂着我的姓氏。
沈宅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